全球泡面计划为你试吃各式各样的泡面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泡面职人框框。第4集我们介绍味味一品全系列，老实说有一点期待，因为我跟小帮手从来没有吃过味味一品，但是我们知道味味一品跟一豆站、满汉大餐都是有肉块的3大泡面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吃面。第一款先来吃这款原汁真味牛肉面，还没吃我先猜，这应该是牛肉面的基本款。煮面，那我们吃面喽。肉蛮大块的，好像有一个比较肥的肉。目前一豆站的肉最小块，一个肥肉，一个比较偏瘦肉的。对，看目前这应该是牛筋啊，不是肥肉。肉都蛮大块的。这款的面蛮 Q 的，辣度是微微辣，汤头的部分有五香的味道，肉块的部分有肉，有肥肉，有一点点的筋，然后不会很散。那这一款算很特别，因为市面上你看到的大部分都是红烧或葱烧口味，所以五香的吃起来还不错，算很新颖的体验。第二款吃极品红烧牛肉面，大家等我一下。我们在吃之前，我们其实都会做一点功课，念一段给大家听。严选进口牛骨，搭配新鲜热炒辣椒，搭配黄金比例的红烧六宝，精炖出浓中带鲜的完美汤底，咸中带辣，辣中带咸，如同现煮的极品红烧牛肉面。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 check 看看。咖喱王，开始吃咯。比较没有油脂的肉吗？对，好像我刚看都是比较没有油花的肉，蛮大块的。极品红烧牛肉面好吃，它面体的部分 Q， 汤头淡淡的红烧味，然后有一点点像剁椒的新鲜辣椒，加分。然后它汤头不会很咸，因为一般像这种辣汤底都会有一点咸，这款不会。那它的辣度是中小辣。那这一款要特别说，假如说你要买，它应该算是味味一品里面数1数2辣的其中一款。所以假如说你喜欢吃辣，
这一款你可以选择。然后肉块的部分它没有带牛筋哦，然后它肉块很浓郁，它肉块的浓郁主要是因为它在调理包里面的时候，可能就已经吸合很多的味道，所以我觉得它这一款整体来说都很不错。第三款来试吃黄巢牛筋面，顾名思义，重点就在它的牛筋。那它的说明上有说是牛筋跟牛肉都有，然后特别是好像还有什么鲜脆蔬菜，听起来 CP 值真的好像很高。那我们直接帮你确认看看。中药味蛮浓厚的耶。大家期待的牛筋，哦，有啦，有筋啊！那个胶质感，超多。你讲的是牛筋还是？牛筋啊，而且肉也很多，感觉 CP 值真的蛮高的。你看我们外省人要挺 cam， 要挤到不能再挤。又不是客家人，外省人比客家人更省，好不好？来喽！这个肉真的很多应该是我目前看到最多的吧。它的汤看起来好清哦，很像什么药膳类的。好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大块牛筋，哇，好 Q 弹的感觉哦。然后有酸菜， 3种肉都有哎，但是它确实几乎70%都是牛筋。CP 值真的果然蛮高的。这款黄巢牛筋面跟之前一样，但是你要说它跟这个汤头有没有很搭，可有可无，辣度没有。那汤头的部分特别说一下，你要说它是红烧汤头，它更像是药膳汤头。肉块的部分，肉确实多，然后牛筋大概占70%到80%，那瘦肉大概就1-2块。那料的部分还有特别有的是，刚刚有说有鲜脆蔬菜，但其实不是鲜脆蔬菜啊，就是有那个酸菜、干燥酸菜，然后还有一些干燥包的那个蔬菜。酸菜因为它是药膳汤头，所以你搭在这个里面，我觉得味道没有凸显的非常的多。那整体来说，这一碗很适合是一碗在冬天你进补的一个汤面。假如说你想要吃一碗料很丰富，然后一碗很顺的汤头，你可以吃吃看这一款，因为这一款也没有辣。像小帮手他就觉得这一碗是他的爱，但你说它是红烧汤头、红烧的牛肉面，那可能就见仁见智。第4款来吃原汁真味控肉面，顾名思义，特点应该在于它的控肉猪肉块，然后还有它古早味的汤头。古早味的汤头通常都会是用油葱酥去弄出来的汤头，那就看它油葱跟面条搭不搭。我们吃吃看。吃面喽！
这应该是肥肉的部分。我想到我阿嬷的味道。不要瞎掰好吗？这款矿肉面，它的面是属于细面，那我觉得跟肉燥汤头蛮搭的，就有一点点像黄面，但是它口感一定当然不一样。那辣度是完全没有辣，汤头的部分是重点，油葱酥跟肉燥真的很香。然后它的干燥包里面有一点那个脱水的豆芽菜，就增加一点那个整碗面的口感。那肉块的部分，猪肉的瘦肉都一样，就是都会有一点点干，但是它肥肉的部分又油又香，然后口感也好，是一碗很古早味的矿肉面。第五款来吃高粱蒜头鸡面，那这一款是有添加金门高粱的蒜头鸡面。废话，那它有另外再给一包酒包，那我们就实际来帮你吃吃看。蒜头，哦，很醉呢，这个很醉。真的很像那款花雕鸡。我们喝酒吧。鸡肉，这碗高粱蒜头鸡面，面的部分我觉得方向是对的，它是用更细的面去呈现。那像这种补汤的东西本来就很适合，就是细面去煮。那肉块的部分，鸡肉都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都很干，然后又很硬，所以我不会为了它的肉块去特别买它。那汤头的话，它有高粱味，然后它也有蒜头鸡味，但是并没有1+1大于2的感觉。今天最后一款来试吃酒香牛肉面，它一样会附一个很浓郁的酒包。其实我也没办法想象高粱加牛肉面，会变出什么滋味？我们帮你吃吃看。我跟你讲，这一碗80%跟那个药膳的那一碗一样。いただきます。趁热我们赶快加酒，吃吃看有加跟没加有什么不一样。来，入酒。粉丝先吃。这款酒香牛肉面跟
蒜头鸡面，一样是用细面。然后只要这种高粱酒的都没有辣，所以你不吃辣的你也可以吃。然后它汤头一样，它不加酒的味道很像黄巢牛筋面的汤头，就是很像药膳汤头。那假如说你是喜欢这种药膳汤头的，加了高粱酒之后，我觉得加分。那肉块的部分，它是牛肉块，然后没有牛筋。高粱酒因为味道真的太，因为它是38的嘛，所以你吃面或者是吃汤，或者是你吃肉，都会有高粱酒的味道。所以假如说你不喜欢高粱酒的，可能你要自己思考看看了。今天6款味味一品都帮你试吃完了。先讲前面4种口味，我们推荐给你的就是极品红烧牛肉面，辣加上红烧的汤头，然后再加上它的肉块，再加上它的面条，整体来说搭配真的不错。尤其是它的辣椒，真的吃得出来有点很像新鲜的剁椒。那比较不推荐就是珍品牛肉面，珍品牛肉面虽然有五香的汤的香气，但汤头真的太普通。那假如说你喜欢补汤类的，你就可以考虑黄巢牛筋面，因为它料多实在，然后它的汤头就是偏补汤类的，像小帮手就很喜欢这一款。那另外来讲，就是今天有添加酒包的另外2个新口味。顺序来说，我自己会觉得酒香牛肉面会胜于蒜头鸡，因为蒜头鸡加高粱酒并没有非常的 match， 但是像酒香牛肉面，它加进去之后，不管你是吃面，然后吃汤或者是吃肉块的时候，都有一个高粱酒的甜味。有喝酒的应该知道，就是它有一个酒的甜味。酒香牛肉面它的汤底是比较像黄巢牛筋面，就是补汤类的，所以加了酒之后，它那个补汤的香气有提升。所以假如说你是很喜欢这种补汤类、补品类的，小帮手帮你推荐一个很适合您的吃法，就是黄巢牛筋面。你买黄巢牛筋面，然后再加入酒包，哇，那个应该会是蛮不错的一个组合。厂商你可以考虑看看。那跟大家的晚餐就吃到这边了啊！欢迎大家告诉我味味一品你都吃什么口味。那假如说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喜欢我们的内容，那欢迎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谢谢你了，谢谢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